湖南湘雅医院有一名医生叫刘祥峰，最近这个名字啊火了。在过去的1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一直霸占着微博的热搜。如果您用百度指数去查看这个刘祥峰啊，你会发现过去10天左右，他也一直在前10名。公众和媒体管他叫“恶魔在人间”。按道理来讲啊，医生应该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为什么人们管他叫“恶魔在人间”呢？话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人匿名啊，在这个知乎上爆料这名医生，我也去看了一下，至少那些爆料的内容本身确实是令人发指。比如说啊，一个女孩子到他们医院看病，他给她诊断为是肠梗阻。按道理来讲，你应该先通肠，他不通肠，直接开腹探查。开腹之后发现了肠子中间有一段比较硬，直接就把肠子给切开了。切开了之后发现只有普通的粪便，按道理来讲，这粪便你通便的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怎么办呢？他这个刘祥峰啊，就把人这个好的肠子给人切掉了，把这肠子切掉一块之后呢，拿给那女孩看，说你看你就是肠梗阻。你想这种行为是什么行为？这哪是医生啊，这确实是禽兽啊。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爆料啊，就讲比如说任何一个患者只要是身体有一点肿块，他一律当作癌症来处理，然后就给你上化疗。化疗的话，有的人上去之后就挺不过去了，就死了，然后他就说你就是这个命，挺过去了，反正他这个化疗他就开始赚钱嘛。还有呢，就对那些没有手术指征的患者，比如说这患者本身已经没救了，他给人上天价的治疗方案，比如说就上那些什么手术机器人的那些手术，一台手术下来就要花10几万人民币，但是呢，做完之后这个患者本身呢可能又没救过来，导致家属人财两空。还有比如说他想让这个家属用这个止血药，因为家属不愿意做啊。这个刘祥峰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跑到产科去做手术的过程中，他跑到产科去，产科那个是产妇这个生产的过程、分娩的过程中间经常会有血液嘛，他就到那拿那个血抹在自己身上，抹完之后从自己的手术室出来，见着家属说：“你看大出血了。”所以让人用止血药。其实这里头止血药不是特别准确啊，应该是那个止血凝胶。止血呢有点用，但是呢医生都普遍愿意多用，为什么呢？一般来说用一片，这厂家会给医生返4到50块钱。那能用一片，他们用4、5片，所以呢，在爆料的过程中就经常讲，就这个医生刘祥峰啊，经常把这些止血药打开之后就随便一扔，他根本不用。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拿到了回扣就行了，他不需要给病人用，因为病人本身也不需要用，就是这么样一个医生。他这个爆料之后啊，也有一些媒体跟进，比如说凤凰周刊就跟进做了调查，凤凰周刊就采访到一个刘祥峰治疗的患者。这个患者呢，他的女儿是学医的，他父亲呢得了这个直肠癌，送到了湘雅医院治疗，就放到了刘祥峰手下。刘祥峰呢就跟那个患者说你这个肿瘤切除之后啊，肛门这个地方保不住了，要在腹部造瘘。造瘘的意思就是在腹部切一个口，将来终身要背一个粪袋，那个患者的生命质量会非常受影响。但是这个患者的女儿呢是学医的，她看了这个病历上啊，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她说啊，她这个肿瘤的位置啊，距离肛门有12到15公分，按道理来讲应该能保得住。结果这刘祥峰就非常不高兴，就说你愿意治就治，不愿意治你赶紧走。然后呢，没办法，他们家呢，他父亲就在这治了病。更奇葩的是，治完之后，做完手术之后，刘祥峰就让这患者的妻子啊，他就给他开单子，要到一个指定的小卖铺，就他们医院住院部2楼一个指定的小卖铺去买这个蛋白粉。这蛋白粉多少钱呢？每90克啊497块钱。后来呢，别人陆陆续续都在曝光这个刘祥峰。人家患者的妻子在网上一查呀，说这种蛋白粉呢，2点几公斤的，在网上卖，还是美国进口的，只有300多块钱。但是刘祥峰卖给他们那个，这是国内小作坊生产的，
90克就敢卖497，这个价格比人进口的贵几十倍，就是这么疯狂，为了赚钱就是这么疯狂。应该说啊，这个刘香峰整个的这个被爆料的过程中间，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大量的事实啊，应该是他们医院本身的同行爆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看那些细节，普通的患者是不太可能获知的。比如说，他到产科去拿了血抹在自己的身上，出去给患者家属讲，这种信息一般的患者怎么可能知道呢？只有同院的医生知道吗？网上爆料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在那么湘雅医院内部的医嘱系统里啊，有好几个截图。这截图就说啊，刘香峰你是个畜生，刘香峰你不是人。但你想想，这些医嘱系统谁能进呢？就是这些医院的医生呢才能进嘛。普通的患者也进不了这个医嘱系统。这医嘱系统里头都是在给患者写内容的，写怎么下药的，怎么治疗的。你可见这个刘香峰在院内同行对他肯定早已经为之侧目很久了，才会在医嘱系统里头不惜啊去写这样的话。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对整个刘香峰的爆料呢，可信度是非常高的。更何况还有一点，你发现了吗？8月16号的时候，湘雅医院出来发声明，说啊，我们对刘香峰这个地方做了调查，发现他在执医过程中的确有不规范之处，于是呢就把他停职了。停职呢就停了他这个急救中心副主任的职务，同时呢停掉了他的手术和处方的权利。那么湘雅医院呢，并没有对网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爆料的传言予以否认。你想啊，这些行为啊，都属于极其恶劣的，你都很难把它想象为是一个医生的行为。所以说，他如果完全不靠谱，湘雅医院很大可能会其实对这些非常极端的那些传言进行辟谣，但是也没有。所以就我来说呢，这个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媒体继续爆料的结果呢，有人也揭示了这个刘香峰的一些背景啊，说刘香峰原先是湘雅医院呢肝胆胰科的这么一个医生，前几年呢被调到了这个急救中心做医生。应该说他的业务水平肯定是不太高。为什么呢？因为在一家医院里面呢，这个医生如果是业务水平高，肯定都是愿意留在专科的科室，而不愿意去急救中心。因为急救中心在一家医院里头啊，一般来说不太有存在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外面来了一个患者到急救中心，如果要是特别着急的，就在这地方抢救一下；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一般来说就会分流到这个医院的各个科室。所以啊，急救中心在一家医院里起到的作用，基本就是一个病人的分流作用。那么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医生本身，确确实实他也不是特别有存在感，因为你做不了手术嘛，手术都是在各种专科的科室里去做嘛。但是这个湘雅2医院的刘香峰在急救中心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手术呢？那媒体的报道也揭露了这么一个事实啊，就是说这家医院里的急救中心的主任后来升任为副院长，这副院长呢就把这个医院的急救中心开始扩张。本来是一个分流中心的急救中心，建起了自己的手术室，又建起了 ICU。那么刘香峰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施自己的拳脚。也就是说，一般的轻症患者他不再转移到那些专业的科室去了，他就留在了急救中心开始做手术。但是这个刘香峰啊，网上爆料的这个信息，他有点利令智昏。对于那些轻症的患者，在他做手术的，他动辄就让人上这个手术机器人。媒体也报了，网上我看还有一个诉讼的，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患者到这个地方啊，本来他治疗的那个病已经快好了，结果突然呢消化道出血，15个小时他没人管。后来呢就送进了 ICU， 送进了 ICU 之后呢，他就动员家属用这个手术机器人给人什么开腹还是开颅，我记不清了啊，就让人治疗。治疗的结果之后呢，这个病人也没抢救过来，留下了一个1岁的孩子和3岁的孩子撒手人寰呐。但是呢，这场手术的费用10几万。后来人家属呢，人就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就把刘香峰和湘雅2医院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香峰还去了，这个律师就说刘香峰在法庭上非常之嚣张，根本不在乎。
最后判决的结果，这湘雅医院和刘祥峰只有次要责任。为了做这期节目啊，我专门到裁判文书网上去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案子的裁决书。但是这个案子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这个律师啊贴的判决书的部分的这个截图，那就说明他已经判决了，但是在裁判文书网上却查不到。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现在裁判文书网啊，很多案子是不上的。公立医院的势力非常非常大呀，所以啊，你去看现在涉及到大量医疗纠纷的案子，你在网上你都查不到这些判决书。这个案子啊，应该说在网上影响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普通患者在面对医生的时候，信息高度不对称。也就是说啊，医生在医院看病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你基本上就是听着。如果医生想要谋害患者，那患者基本上就是任人宰割。你其实分辨不出来，医生是有意要加害你，还是真的想给你治疗。所以啊，很多患者看到真的有这种恶魔医生的时候，你想想，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共情嘛。所以这个案子啊，这些天来一直是在维持在热搜之中。为了做这期节目啊，我在网上也搜集了一些信息。有一个国内的医生专门给我发来信息，他说：“王老师啊，这个医生啊，这种行为应该说在医院里头并不少见。每一个医院可能都有1、2个这样的医生，但是做到这么恶劣的，他可能也没见过。”但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现实，他说在刘祥峰的这个案例过程中间，有人举报他把一个健康的胰腺给人割掉了。这胰腺呢，在我们的肝脏里面的附近啊，它起到的作用主要分泌啊胰岛素，还有消化酶。这个健康的这个胰腺如果割掉之后啊，第一，你这个患者得终身服用降糖药物；第二呢，你如果消化酶没有了，你这个消化系统就会出问题。这个爆料的医生就跟我讲啊，他说在他们医院里面也存在这种现象，对患者啊，其实可以不切的就直接切掉了。他就给我讲的什么例子呢？就是甲状腺手术。他说甲状腺手术如果是甲状腺癌症啊，患者在他们做手术，一般来说标准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打开之后发现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切下来之后呢，冷冻送到病理室去做检查。冷冻病理室做完切片检查之后，确定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就做清扫手术，把整个这个甲状腺这个地方全部清扫干净，然后缝合。如果是良性的呢，其实就不需要了嘛，对不对？缝上就行了。但他说啊，在他们医院所有的甲状腺癌的手术啊，只要是把这个甲状腺的结节切下来送到病理室的那个时刻，他们手术室的医生就全部开始清扫，也就是说按照恶性肿瘤的标准在做手术。但是要知道，这个时候那个病理的那个检测刚刚送过去，还不知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如果要是恶性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良性的，医生就会给病理科的医生打电话，说你稍微增加一点内容，说是这里头有结节增生。这样的话，手术指征就有了。其实患者本身哪分辨得清楚呢？那么我就问这个医生，为什么他这样？他说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本来这个病理科按道理来讲应该时间比较快，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但是他们医院的效率比较低，有的时候呢能够推迟到2个小时，这就使得这些医生啊在手术室里得等这个结果嘛，等挺长时间，医生就不愿意等啊。本来一天可以做3台手术，要等的话就只能做2台手术。那么2台手术就意味着钱少，对不对？收入就少。那么我直接给他做了清扫之后缝上，我本来做2台，我可以做3台，收入提高了。其次还可以早下班。至于患者的甲状腺，他跟我说：“王局啊，谁在乎呢？”这就是现在啊中国啊一些公立医院相当普遍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只不过做到刘祥峰这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比较少见。长期以来啊，人们都流行一个观念，在国内
就是认为那种谋财害命式的过度医疗啊，只存在在民营医院里头，在公立医院不存在，因为公立医院姓公嘛。所以公立医院有没有过度医疗呢？会有一些，但是不至于出现那种谋财害命式的、魏则西式的那种所谓的过度医疗。但是刘香峰的案子，大家去看一下啊，他跟那个魏则西的那个案例比起来啊，性质我认为已经几乎一样了，没有什么区别了。对于健康的患者切肠子，对于没有手术指征的患者上天价的治疗方案，跟魏则西的治疗有什么区别啊？甚至我觉得比那还恶劣。为什么呢？因为魏则西本身其实已经是癌症的期末患者了，你治疗的过程中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一点点功效，就给他一点希望嘛。但是你对于完全健康的人，你把他的肠子切掉，你对完全健康的患人，你把他的胰腺切掉，这就根本不是治疗啊，这是伤害啊。现在呢，这湘雅医院呢，在组织调查，在我看来啊，真不一定能调查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事情说白了是刑事案件，根本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医疗不规范的问题。你想想，你把健康人的肠子切掉，这哪是治疗过程中间的不规范呢？这不就相当于故意伤害吗？医疗过程中也是会对患者造成伤害的呀，这不是医疗事故啊！医疗事故是你手术技术不精，你本来想要把那瘤子割下来，结果你一不小心把其他正常的器官碰坏了，这叫医疗事故。但是明明是一块健康的器官，你给人割掉，这不叫医疗事故，这就是医疗伤害。那么为什么公立医院很多医生也会这样呢？说白了，那就一个原因，就是以药养医的体制。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是差不多的。那么什么叫以药养医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里面呢，很多医生啊，其实都是普遍的拿药品回扣和器材回扣。就是说，中国的医生有的人或许不收红包，但是不收回扣的医生你几乎找不到。也就是说，内科医生靠开药，你开一笔药过去，药厂给你寄下来统方。所谓统方就是统你一天、一个月、一个星期给他们医院的药厂、给他们药厂开了多少药，统完之后，药厂就拿一笔钱给了这个医生。那么器材回扣呢？就比如说像手术过程中，我刚才开始讲的那凝胶、止血凝胶，比如说骨科里头那些钛合金板，你用一个很贵的钛合金板，好几万呢。那么这中间甚至有一半到60%是给了这个医生，这个就被称之为以药养医体制。那么医生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想啊，他其实给患者用药也好，或者手术过程中用器材也好，或者手术方案的选择也好，他就不是出自于对患者最佳利益去考虑，而是出自于一种什么？而是出自于他自己利益最大化去考虑。就是他怎么赚钱更多，他就做什么嘛，所以才会出现说他把那止血凝胶打开之后在手术室随便扔嘛，他根本不需要嘛，患者根本不需要嘛，但他赚到了钱嘛，他用1片可以赚50，用10片就可以挣500嘛，一天他做3个患者就是1500块钱嘛，所以有人说这个所谓的刘祥峰的医生，一个月的灰色收入竟然有10几万。然后他还克扣同科室的那些小医生的钱，那些实习医生的钱。所以这个以药养医的体制啊，确确实实啊，是我们现在医疗体制过程中间把医生由白衣天使变成恶魔的罪魁祸首。那为